20分钟之后，安重秋陪着老太太前往叶晨父母的老宅。安家的防弹车队很快自万柳山庄驶出，前往金陵的老城区。而与此同时，叶晨也在从市区驱车朝着万柳山庄的方向行驶，他是打算前往香榭丽温泉。而万柳山庄与香榭丽温泉的直线距离很近，只隔了2座山头，所以从市区前往万柳山庄和从市区前往香榭丽温泉的绝大部分的路程都是重叠的。在出城的快速路上，叶晨看到了对面方向迎面驶来的车队。在他出发前，李亚林就发信息告诉过他，外婆今日要去父母的老宅拜访，所以虽然双方以极快的相对速度迎面掠过，但叶晨还是能判断得出这就是安家的车队。不过叶晨的思绪并未受到过多牵扯，该交代的人他都已经交代过了，相信以自己平日的为人和威信，金陵不会有人向外公外婆泄露自己的身份。来到香榭丽温泉酒店，洪长青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授课。叶晨抵达时，见所有学员都在潜心学习，便没有进去打扰，只是在窗口观察了一下菜菜子和秦傲雪的情况。此时的2个女孩都正盘坐在蒲团之上，听从着洪长青的指引，闭目运转真气。叶晨惊讶地发现，菜菜子体内已经有了真气运转的迹象，看来短短几天时间，他就已经掌握了内窥的奥秘，以及真气在体内转化的关键，算是完成了武道的入门阶段。这确实令叶晨刮目相看。至于他身边的秦傲雪，此时叶晨也能感觉得到，他体内断断续续有些许近似真气的能量产生，但始终无法真正实现真气在体内的完全运转。而他体内丹田、经脉以及真气的状态，就像是一台处在发动状态中的汽车动力系统，只是启动机暂时还达不到发动机真正点火运转的速度要求。虽说还没有完全成功，但起码已经成功了大半。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相信用不了太久，也会成功实现真气的完全运转。看来秦傲雪的天赋确实比菜菜子要差上不少。除了他们2个之外，叶晨也比较关心陈泽楷和洪武2人的状态，于是便将视线转移到了2人身上。结果发现，这兄弟2人此时依旧处在无头苍蝇的阶段，根本无法实现内窥。眼看别人都双目微闭，神态平和，洪武虽闭着眼睛，但却始终呲牙咧嘴，内心似乎在往某个方向用力。陈泽楷虽不至于像洪武那样面目狰狞，但眉头始终紧锁，似乎充满疑惑。叶晨很清楚，这2人都是卡在了内窥这个关键点，如果无法实现内窥，那就无法寻找到经脉与丹田的具体位置，运转真气也就更不可能了。内窥这种事情非常玄妙，就好像声乐老师总会说胸腔共鸣、头腔共鸣，懂得人一说就明白，不懂的人喊破嗓子也不知道究竟怎么让头部和胸腔都参与到发声中来。这种事情一定要沉下心来慢慢摸索，只有摸到那个脉络，才有可能成功。与此同时，金陵老城区，安家原本十分醒目的车队，在进入老城区之前就已经打散，显得没那么扎眼，但所有车辆依旧在四面八方严密保护着叶晨外婆和大舅乘坐的那辆商务车。而叶晨父母的老宅里，杜海清与苏之瑜母女2人已经吃过早饭。苏之瑜将自己打扮得简洁干练，拿起手提包便对杜海清说道：“妈，我去财经学院了。”杜海清点点头，嘱咐道：“路上开车慢些，中午还回来吃吗？”苏之瑜道：“中午就不回来了，我跟知秋一起在财经学院的食堂吃。”作为伊苏航运的负责人之一，苏之瑜最近几天每天都在与贺知秋一起到金陵财经大学找贺知秋的父亲贺远江补课充电。现在伊苏航运的业务越做越大，市场占比以及营业收入也越来越高，1000亿美元级别的大摊子。2个女孩运转起来虽然还没出现什么问题，但企业发展速度毕竟太快，
两人都担心因为自身经验与能力不足而限制了伊苏航运的上线，所以这几天都在财经学院找贺远江充电。贺远江毕竟是顶尖的经济学教授，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见多识广，对他们两个年轻女孩来说是堪比领路人一般的存在。苏之瑜正换鞋准备出门，便听院门外传来清脆的叩门声。为了最大限度保留这栋老宅原本的味道，杜海清还是选择了铁栅栏门作为院门。虽然没有门铃，但叩门声如铜铃一般清脆，在房间里也完全能听得见。苏之瑜有些纳闷，嘀咕道：谁这么一大早来家里？不会是叶先生吧？怎么会？杜海清下意识到叶晨不是说近期如果有人来打听他的消息，要我们绝口不提吗？这么敏感的时候，他怎么会自己跑过来？说着，他连忙道：我出去看看。随即，杜海清换了室外的拖鞋，推门走了出来。隔着铁栅栏门，他看到门外站着的是一位老太太以及一位中年男性，这两人正是叶晨的外婆和大舅。但是叶晨的外婆这么多年几乎从未在媒体面前出现过，而安重秋因为主内不主外，也几乎不与媒体打交道，所以杜海清也没认出两人。他走到门前，开口问道：您二位找谁？门外的安老太太看着杜海清，微微一笑，开口问他：冒昧问一下，您是杜海清杜女士吗？杜海清见对方竟叫得出自己名字，连忙谦逊地说道：阿姨您太客气了，我是杜海清，请问您是？安老太太笑着说道：我是叶长英的岳母，安承熙的妈妈翁慧英。说着，她又指着身边的安重秋，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大儿子，也是承熙的弟弟安重秋。杜海清惊讶不已地看着老太太，惊呼道：您是安伯母啊，快请进，快请进，安先生也请进来吧。说着连忙将大门打开。杜海清最开始还没想明白安老太太来找自己做什么，但是很快他便意识到老太太来这里的目的应该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结合叶晨之前交代的事情，他立刻断定老太太来这里一定是为了寻找叶晨的线索。安老太太与安重秋感谢一番，跟着杜海清走了进来。此时苏之瑜恰好也从内门走出，见一老一中年走进院子，心里不禁有些疑惑。这时候杜海清赶紧对两人介绍道：我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女儿苏之瑜，这位是美国安家的安奶奶，还有安叔叔安奶奶。苏之瑜下意识地脱口道：那岂不是叶？他原本想说那岂不是叶先生的外婆和舅舅，但话到嘴边他瞬间一惊，自己聪明一世，险些一不小心把叶晨给出卖了，于是连忙不露痕迹地说道：那岂不是叶伯伯的岳母？安老太太好奇地问道：苏小姐也认识长英？苏之瑜连忙摆手：安奶奶您误会了，我并不认识叶伯伯，是以前听别人说起，后来我妈搬到这里之后，又听我妈说起过一些。原来是这样。安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也没多怀疑，毕竟她来之前就查过杜海清与叶长英的过往，也知道杜海清这么多年一直对叶长英念念不忘，甚至险些因此丧命。只是自己登门拜访杜海清，这种感觉多多少少有些尴尬，毕竟眼前这个温柔知性的女人，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自己女儿的情敌，而且她算是惨败在了自己女儿的手下。其实杜海清心里也很尴尬，自己爱了叶长英那么多年，没想到有一天叶长英生前的岳母会找上门来。为了缓解一下奇怪的气氛，他便对苏之瑜说道：之瑜，你不是要去学校吗？时间不早了，赶紧去吧。苏之瑜点点头，礼貌地对老太太以及安重秋说道：安奶奶，安叔叔，您二位跟我妈妈慢慢聊，我还有点事情，就先告辞了。两人自然也是非常客气地客套了一番。待苏之瑜走后，便在杜海清的邀请下进了这套老宅的内门。进到房间的那一刻，老太太看到这里的装修风格还似20年前那般，再联想到女儿、女婿还有外孙生前最后住过的地方就是这里，心中百感交集，眼泪便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她怕杜海清笑话，
连忙侧身用衣袖轻轻拭去眼泪，这才笑着对杜海清说道：“杜女士，不瞒你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来这里，谢谢你把这儿维护得这么好。”杜海清赶忙说道：“阿姨，您就别叫我杜女士了，叫我海清就行。”老太太轻轻点了点头，问杜海清：“海清，我冒昧过来叨扰，是想跟你打听一些事情。”杜海清知道老太太要问什么，但还是故意问她：“阿姨，您想打听什么？”老太太叹了口气，悠悠道：“常英和程曦出事之后，他们两人的儿子就下落不明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乎把全世界都找了好几遍，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与他有关的线索。我想知道，自从你住到这里来之后，有没有见到什么形迹可疑的，年龄差不多在27、8岁上下的年轻男性到这附近观望徘徊过？”杜海清只能撒谎道：“阿姨，说实话，我没注意过。这里是金陵的老城区，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周围住的人也特别杂乱，这每天人来人往的，要说什么人形迹可疑，我还真没感觉。”老太太表情有些失望地说道：“晨儿这孩子小时就很重感情，对父母也十分孝顺，若是他还活着这么多年来，肯定会回来看一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